今天2012年4月1日，新的一个月就要开始了。这个月呢，我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把每一次消费的小票都留下来，在月末的时候来计算一下，通过一个视频来展示，作为一个格拉斯哥留学的一个留学生，一个月的正常经济状况。那么我们月末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末，我是小马。本期视频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作为一个普通的英国留学生，一个月究竟花了多少钱，而这些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4月份，我总共消费30次，其中线下27次，线上3次。6 V0 等于总共花了313.32镑，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819.8毛8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回来，我开玩笑的，我们还要继续下去，去看看这将近3000元人民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。这个纸上呢，列了所有消费的地点，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啊。第一个，英超，这个英超跟足球没有任何关系，它的名字叫做英国超市。然后同理来到第二个，中超，猜对了，中国超市。然后还有英超和中超的弟弟中东超，以及一磅店、网购以及快餐店。这6个地方就是骗我钱的所有地方了。我们接下来对他们一一进行介绍。整个4月份，我去了英国超市13次，总共花了36%的生活费，花了114.05镑，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026块4毛5。我生活中大部分的物资都会去英超购买，因为它的物价水平相较于其他商店是最低的。这个鸡蛋是我在这边见过卖的最划算的鸡蛋，然后有15个。每次我就特别喜欢来这个橘红色的地方，特价区，然后就会捡到很多划算的东西，比如这一次我就需要买卷纸，这个卷纸是4磅49，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。而去英超购物也逐渐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其实出来购物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特殊的消遣方式、休息方式。在疫情的这个背景下，每天在屋里面待着，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出来买东西、逛一下，可以放松一下心情。说完了英超呢，我们接下来当然要去聊一聊，对，国足，当然要去聊一聊中超。4月份我总共去了中超3次，花了43.01镑，也就是387块人民币，占我生活费的15%。中超的物价水平比较高，所以我只选择在中超购买一些有关中餐的调味品和食材。来看我在中超都能买些什么，比如说豆腐啊、榨菜啊，还有杏鲍菇啊、米饭。
而中超也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室内的小型中国便利店，另外一种是郊外的一个比较远的大型的中国卖场。来到了一个算是格拉斯哥最大的中超吧，就这儿 ，C 物。我只有在紧急的时候才会选择在室内的小型中超买东西，因为那儿东西比这儿比较贵。所以我会隔一段时间来一次这个大型的中超，来买一些东西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接下来第3位，中东超市。4月份我总共去了5次中东超市。花了69.05镑，也就是621块4毛6，占我生活费的23%。因为我是回族，所以所有的肉制品我都选择在中东超市进行购买。除了肉制品之外呢，我还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个小窍门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名留学生的话，有关香料的购买，你可以去中东超市进行，因为一方面它和英国超市有一样的物价水平，另一方面它的种类真的是比一般的英国超市要丰富很多。接下来是第4位，一磅店。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，一磅店就是一种打折的英国超市，大部分的商品的单价都会是在1磅或者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出售，所以能够在一磅店购买的东西，我一般都毫不犹豫的上车。而4月份我一共去了一磅店2次，花了9.99磅，也就是89块9毛1，占我生活费的3%。为了能让大家清楚地了解一磅店的风格，我将展示一些我在一磅店买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第5位，网购。英国是没有淘宝的，只能去从亚马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购物网站上去购买，这个快递真的是好慢。4月份我总共网购了4次，花了60.94磅，也就是548块4毛6，占我生活费的20%。这个月的网购开销比较大，有2方面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我打算在假期的时候去骑行，我需要买一些骑行的装备。我新买的自行车后座到了，我们来拆开看一下。Nice. 另外，这个月有朋友要回国，所以我给家里的家人以及朋友带了一些东西。终于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快餐店。4月份我总共下了2次馆子，花了16磅28，也就是146块5毛2，占我生活费的3%。之所以会下馆子呢，是因为每个月总会有那么1-2天不想做饭，所以我就会选择在汽水、汉堡和披萨中麻痹自己。今天呢，没有在外面买东西吃，但是为了给大家举例子，我拿出了我秘制小汉堡。其实这个跟外面的分量是差不多的，在外面花4磅会买到一个汉堡，然后一些薯条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快乐。所以我已经将我1个月的经济状况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大家。我想说，消费规划其实包含2方面，
一方面你要压制自己内心的物质欲望，另一方面你要去调配有限的资源，去完成自己的目的。我非常感谢我老妈对我在这方面的教育，让我一直能够游刃有余地去掌控自己的经济。我也有信心，在未来自己能够完全养活自己的时候，能够更加理性地去花钱。最后，我还想去分享一些在我来到英国之后与消费有关的一些生活细节。今天是腊月28，可能在国内是29。本来不想出来的，但是想了想，这是自己在国外过的第一个春节，还是不舍得，就打算出来买点年货，来到了格拉这边最大的一个中国超市，结果5点就关门了，现在是6点半，算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真的结束了。如果你还在这儿，请为自己的坚持还有我的作品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能帮我订阅、转发，我将会更加坚定地陪着你一路分享下去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彩蛋。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。其中，恩格尔系数59%以上为贫困，50以下为温饱、小康、富裕到极为富裕。你想知道我是多少吗？79%。